铁针！哎呀！雪崩来了，大家快退！快啊！快点儿！退下来，快！雪崩，快进来！快点儿！让血流过去，快！我天哪，这得有5、6米厚了吧？啊！哎，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在几万年以前，长白山所处的位置还是汪洋一片，是因为主体火山喷发才从海中隆起的。你说这下面这么大个东西，会不会是一些远古海生物的遗体啊？不对吧？冰川形成之前，山体就已经在了。要是动物遗体的话，那就早成化石了。难道这是昆仑胎？啊？什么是昆仑胎啊？和尚，哎，昆仑胎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奇特现象，就在龙脉的源头，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集天地灵气之所在。一般都是岩石、冰川，还有树木当中，会形成一种类似婴儿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古文献记载就叫做地生胎，不过现实中有无还有待考证。听着挺邪门的，但是这胎形我看好像不像是人吧？昆仑胎是天生胎位，地生神我。哎，孙悟空不也不是人吗？那你要那么说的话，如果这个是昆仑胎，那什么灵，那肯定都在这下面了。都别说了，咱们下去吧。啊？不对，如果这里真的是天生的宝穴昆仑胎位的话，那怎么可能只是一个陪葬陵呢？那真正的云顶天宫所在的三圣山，风水得好到什么程度才坐满啊？总不能比这昆仑胎位还要差吧？不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想。如果这个昆仑胎位是假的，它是设计出来的，是人工修建的，它是一种象征的手法。他们故意把陪葬陵做成了婴胎的形状，
我们现在看见的只是陪葬陵的影子。这也正是我所疑惑的。按理说，没有再比昆仑胎更好的风水了。可是这昆仑胎出现在这儿，看来一定是有问题的。难道他把三川的走势给改了？哎，老爷子，我觉得咱们把入口都打开了，咱们就别在这儿拼了，咱们就下去吧。啊，胖子，哎，这次我赞同你。你先等会儿，咱们如果要是下去看到的不是陪葬陵，而是一个真的昆仑胎，该怎么办？如果是真的昆仑胎，那就是天作的神迹，也值得我们下去看一眼。哎，哥几个，怎么下？反正是不管这个昆仑胎是什么，起码它现在是完整的，说明这个地方没有发生坍塌。然后你看那个远处，那好像是几个巨大的柱子吧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就是用来支撑我们脚底下这个冰盖的。这个冰墙应该不是直接压在建筑上的，如果直接压在建筑上呢，就会发生坍塌，建筑就会有破损。所以这冰墙它得有一个弧度，这个弧度呢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冰穹，顶在这个斜坡上，保护着下面的建筑。就像咱们墓室那个封顶、封土，这只不过就是冰做的。所以我觉得顺着那些远处的那些木柱子下去，就能到建筑那地方。胖子，我真对你是刮目相看啊！哎，没有。的确，胖子说的办法可行，我们试一试吧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，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深渊的正上方，从这里到下面昆仑胎足足有100多米的纵深距离和20多米的横向距离。我们绳索的长度虽然是够了，但是这最后的20米，我们靠荡也没办法荡过去。那小哥也不行吗？小哥又不是能违反物理定律的超人。真的不行啊？哦。你们真是一群废物！三哥，我们这不是太兴奋了吗？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。您老有经验，您说这斗该怎么斗？万变不离其宗，小心为上。这样，先下去一个人，降到撑着这些冰穹的木头廊柱上，然后再顺着廊柱爬到山洞的上方，再用绳子下到那些外面架空的建筑的屋顶瓦上去。老爷子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天真，行吗？这下面的每一根木头柱子，足足都有100多米长，这肯定不是一棵原木的长度，而是用木头楔子把几棵原木组合在一起形成的。这样的结构承受压力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能不能承受得住拉力呢？如果到时候发生坍塌的话，一颗木头在下落的过程中必然会撞到其他的木头，到时候引发连锁反应，整个冰穹都有可能会塌的。这个方法还是太冒险了。哎，探穴嘛，就得冒险。你知道，在我来之前算了一卦，我也给你偷偷算了一卦。这签是咱们福星高照，鸿运当头，遇难成祥，得偿所愿，没问题。接着吹，风还不够大呢。吴姐，你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来。小哥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还得我们小哥，是吧？哼。
圣子，这也没装什么好东西。看这铜鼎的风格，还有这灵宫的样式，这很明显的是汉人的风格。哎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可是东夏国的陪葬陵。东夏国的陪葬陵居然是汉人的风格，这说明这就是汪藏海的手笔。不管他走到哪里去承包工程，他永远都逃不出自己的民族和时代限制。这陵墓修在那么神秘的地方，一定有不少好东西。走，去瞧瞧。哼！开门，胖爷来了。哎，胖子，注意安全啊！没事儿。
有机关，有机关，有机关！哎，不用怕啊，那个是粘在门背后的防潮漆，现在已经冻成粉末了。那是不是等它散去就没事了？嗯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？这底下比上面雪山那儿还冷。云顶天宫那道门也不是这么好进的，洞穴气温一旦下降到-40°C，我们的装备都无法支撑，到时候就必须退出来。哎，这门是不是锈死了？不行，等会儿，算了，不行。哎，小哥，你还是过来看看有没有机关吧，先。说不准。你们跟紧我，千万别说话。放心，我跟天真是肯定跟着你的。撒过。这温度挺低呀。你干嘛？这好不容易来这地方，你看不真着，不得好好欣赏一下？不行，这是地方环境，你要是把这些灯炉都点燃了，一会儿温度上来了，这上面冰瓦就会融化，这就塌了。这么大地方，你手电根本就照不透啊！你不把这灯点着怎么看？就得把这灯炉一个一个给点着了才行。干嘛呀？不说话了，走。
这也太静了，越没声越吓人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还是聊聊天吧，别整得跟做贼似的。嘘，你这一说话，回头踩着机关都听不到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咱们得听小哥的。没那么严重。大家仔细看看，这里应该是祭祀之用，有机关的可能性非常小。而且冰封了这么久，即便有什么机关，也都不能用。你在这里边不听小哥的，你茅坑打灯笼，找死啊！你别一惊一乍的，别拍我，你随便吧。哎呀呀！哎呀，你这是又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不觉得越来越冷了吗？胖爷，我都到极限了。你那一身肥膘原来这么不抗冻啊？我这一身肥膘在照顾你那俩月早就甩没了。这个温度，任谁都扛不住啊！是啊，这是刚进来，时间一长，肯定扛不住。来，热水。什么声音？没声音啊，撒狗，你是不是太冷了？要不然你过来烤烤火。我也听见了。自从我生病以后，我听力就好了很多。晚上了。都说古人不如今人，其实不尽然。老祖宗留下的智慧，到了今时今日，咱们还是得佩服啊。不是这还有没有燃料了？这那么小呢？这火都没了，你就差把我这炸药都拿去烧了。哎，还有点酒精啊。哎，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
仔细的听一听，这个断开的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赶紧把火灭了！柱子底座是寒冰所致，经不起高温。哎，别灭，别灭，冷！你们消防意识那么强呢？单纯的冰肯定承受不住这里的结构，这里一定加入了某种特殊的物质，才会呈现出和柱体差不多的颜色。而且，这大殿里的云和雾也都是因为这底座。白天的时候温度高，这些底座会释放出白色云气。等到了晚上，气温变低，这些云气又会重新凝结成地上的霜，附着回底座上。等再到白天，温度再次变高，这些云气就又都出来了。如此循环往复，不断循环，就形成了这大殿内独特的自然气候。没看出来啊，吴邪，你忽悠起来一套一套的，文化人。反正原理就是这样。这种建筑也只能建在这种极寒冷的雪山上。我想，这在中国古代肯定是头一份了。那怎么办？不生火，冻死；生火，活埋。要不然，萨公，太冷了，要不然咱们先撤出去。等准备齐全了再返回来啊！我是没事，要是你们这些年轻人连我这个老头子都不如的话，那我看干脆打道回府算了。我们现在回去太麻烦了，而且上面的雪层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。大家再坚持一下吧。哎，脚跟脸都凉了。都快没知觉了，麻利儿的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！秀秀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你知不知道今天的情况有多么危险？这是你一个女孩子处理得了的吗？这件事关乎霍家的声誉，如果奶奶真的卷入了贩卖文物的事情，我希望我是第一个清楚真相的人。文物的事情。老九门有老九门的规矩，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也许你是误会你奶奶了，也许霍奶奶是被人蒙骗了。可一旦……我希望你有做好接受真相的勇气。小花哥，我一直以为像我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，肯定能有勇气接受这件事情。我知道奶奶发给你的照片，我也知道你最近很忙，其实我本来不愿意麻烦你。秀秀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是你哥哥，这件事情你一个人处理不了，所以交给我，好吗？小花，你总是这么冷静。秀秀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爱的人买单。吴邪要为他三叔买单，明知是九死一生，也要去云顶天宫。你要为霍奶奶买单，哪怕冒再大的风险，也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而我，也有要为之买单的人。家常，花爷，张浩这条线小心盯着，他一定还有上家，切莫大意。我们要放长线，钓大鱼。
原来真的那么近，害胖爷差点冻死在这儿。太美了！要不是咱们来到这儿，谁能知道长白山底下有这样鬼斧神工的地方啊？哎呀，我说胖子，就算没机关，也得保护一下文物吧。你让胖爷开个鸭汤货，你让我暖和暖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你看，看这是什么？哎，花老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应该是墓主的像吗？怎么是这个呀？像东夏宗教中变异的长生天，这是他们的主神啊！这神长得也太没溜了吧！啊，整个一大蚂蟥。你能积点口德呀？这不是在他的地盘里呢，就不怕遭报应？就这伪神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，长生天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，它本身就代表了无处不在、无限的力量，是一种宇宙崇拜，怎么可能像蚂蟥一样呢？行啊，知道的还不少。我们伙儿一般都天真分析，轮不到我想。哎，天真，你说说，这东西看起来倒像是海地拜物教中的邪神。我在上海看展览的时候见过一次，他们的神就长这样子，就像个大虫子一样，是吧？那个，你接着说，你接着说。哎，对啊，同一上不是记载万奴王就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生物吗？这会不会就是万奴王的形象？东夏人拿个蚂蟥当皇帝啊？要是能知道其他两条铜鱼上记载的内容就好了。哎，再审审，再审审，让他们知道你身上有铜鱼不是什么好事。
好。哎呀，胖爷，一到这儿都暖和了，嘿嘿。田震，哎，小心机关！哎，我知道，你看啊，是青铜的。根据文献记载，所有的出土物品当中没有这种东西啊。我看啊，这八成是墓主人的个人爱好。如果说这只大虫子真的是东夏人他们的主神的话，那这些铜猴就一定是他的守护兽。蚂蟥配猴子，真稀奇。可能和当地非常有地域特色的神话传说有关吧。我们不是当朝的人，已经无法考证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又是青铜啊？明代那会儿铁器已经非常发达了呀。小哥，又是青铜。不合常理呀！哎，这不合常理啊！一般的灵宫之内会摆放祭祀用的具鼎、长明往生烛、设暖阁、宝床、宝座，还有神位。可你们看看这四周，连最简单的陪葬物品都没有。毕竟是少数民族嘛，可能没有这样的习俗。不懂别瞎说。哎啊，你要干嘛去啊？你是我妈呀，你老管着我。哎，胖子，胖子，怎么了？不能去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天亮了，大殿里什么都看不清，一定有很多危险的东西。我要去招惹他们。要不这样，我这腰上拴上绳子，你们勒着我，我进去看看。要是有好东西的话，算你们技术入股，给你们10%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啊，胖子，我最烦你这样了。你要是想疯的话，等我们出去之后，你自己在里边疯。一会儿拴完绳子，我们一拉绳子，拉回来你就剩条大腿了。我们去不去找你啊？对，你要想去你自己去吧啊！行了吧？我服从组织，行了吧？查清敌情之前，我绝对不背叛组织。查清了你也不能背叛啊！行，妈，我听你的。你看他呀。你们见过这个吗？这文在拍卖会上当时拍卖了4亿港币。哎，你省省吧，这么大个门你搬回去啊？那些都是炒作。现在古董交易市场现金超过2000万已经是天价了，这扇门最多值40万。我还不懂吗？啊，40万炒到2个亿，不可能。都等着你这种人去买门呢。人家下半辈子工作就是在家数钱，你下半辈子抱着门哭吧你。我看你啊，真是掉钱眼里。吴邪，让一下，别伤了你。一点敲点都没有。和尚，哎，你说这玉门挺好看的，我要是把它给炸了，炸？你疯了你！这是文物，那我就没辙了。哎，
想好怎么开门没有啊？这不正想着呢吗？胖子，你说把你那一身肥膘都长在脑子上，我们是不是早就想出来了？听我语气，我讽刺你们呢。我告诉你，我都想好了，万一开关不在门上呢？切！胖子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开关不在门上。开关不在门上。对呀，哎，咱们着相了。也许这开门的方法根本就不在门上。大家四处看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关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找啊！老头儿钻被窝，哎，哎哎哎哎哦，哎。你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干什么？嘿嘿，没童趣。哼。这是一条大油盐啊！这就是万毒王的象征。哎呀，越玩越热呀！天，刚才我怎么没看见？这又是什么宝贝？啊？这是块九宫格拼图，现在的图案还不完整。我们要找到剩下的4块拼图。那你把祭坛四周4块抠下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刚才没弄下来，现在使点劲儿。可以啊，胖子，看来寒冷能让你保持清醒的头脑。哎，不行，还是弄不下来。我看啊，咱们要去找新的图眼了。不可能，就是这4块，这上面的图案都是成系列的。可是现在怎么拿下来是个大问题啊！
是怎么抠下来的？这是秘密，我不告诉你。秘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另外3块呢？没有，我只拿下这一块，我再去试试。我去试试。秘密我就不信了，我也行。哎，我又弄下来了，我也拿下来了，我也拿下来了。来，看。你得意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是吴昕弄了这个，你才能把它拿下来。你看他们是有关联的。那你再动一下这个。完了，你们去把另外那几块拿过来。这个应该是有规律的。这个9宫格拼图必须放入一块新的图眼，才能再移动一下。这个位置不是能随便放的。我们每次放进图眼的位置，直接决定了我们往后拼图的难易程度。开个门那么复杂，好了没有？吴昕，不行啊，你动动。有了！你看，来9宫格拼图，应该不简单。哎，没事，你就碰碰运气试试拼一下，不着急啊。哎，这个咱不能乱试吧？万一试错了，有其他机关怎么办？最坏的结果就是门被封死了，咱们可出不去了。要不然，胖子，你跟郎峰再去四处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。郎峰，嘿，别照了。我们先把它踏下来。胖子，你叹啥气啊？哼，你不能只研究爆破吧？这个是灰岩，这种硬度和材质能雕刻出这么精美的图案，真是不容易。而且那些柱子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柱子图案都不一样，这得费多少石料？
这都是艺术品级别的了，真是暴殄天物，没法把它带出去，让世人都观赏观赏。这个简单，你看能不能这样？首先咱把山头给炸了，然后露出整个地宫，然后再找机器往上搬呗。我说你脑子里想的真全是炸药啊！为了这几根柱子，你把天宫毁了，不值啊！我的做事风格啊，就是简单。这上面画的好像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传说，我似乎有点印象。雪山女神以前有一个常年在外面带兵打仗的丈夫，她等了她丈夫好多年都没有回来，最终雪山女神便怀着遗憾长眠在了长白山。为了让她丈夫来的时候能找到自己，她便化成雪山女神守护这座雪山。你这破传说呀，不就嫁接了万奴王的故事吗？起开！田真，哎，田真，我都给你拍下来了啊！那柱子上画的应该是万奴王他媳妇儿，原来她呀就是雪山女神，你自己看看吧，好吧？太冷了，我滑滑梯去了，你们也吃点东西吧，啊！雪山女神，那这里会不会就是雪山女神的陵墓？和这块拼图有关系吗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继续。三公，怎么这个图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？真的？好像是我以前放到那个斗里了。三公，你仔细想想，到底在哪儿见过？三公，三公，你再仔细想想吧。年纪大了，我这脑筋也不灵光了。这什么呀？这上面写的都是梵文，所以按照笔画顺序，我们可以参考这卷经文上的内容。如果按照笔画顺序的话，这两片是可以拼在一起的。可是如果这两片拼在一起的话，那其他的顺序就又不对了。其实我觉得，最终的难题还是顺序。哎，这也一样。几位老板，先吃点东西吧，都过了这么久了。三公，你也吃点东西。哦。胖子，能不能别闹了，干点有脑子的事儿行不行？
你看，这里写的，是不是应该是战斗的意思啊？根据我的理解，说战争更确切一些。战争啊？嗯，对。家沙，花爷，霍老太太帮裘德考出口了大批文物，那么照片很有可能就是裘德考让霍老太太给我的。这件事情我会去核实，但当务之急是让秀秀小姐知道此事。毕竟这文物案子，如果有她的帮忙，那么您处理起来也会便利很多。去把秀秀叫来吧。好。看来奶奶真的参与了贩卖文物。秀秀，我们通过外围的账号查到她上家的一些资料。你先沉住气，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或许霍奶奶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花爷，你看。这个人就是张浩的上家，人称刀哥。这个刀哥特别的小心谨慎，就连找女人也要在自己的地盘上，没有2道暗号，别想见到他。而且这个人还非常有生意头脑，他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运输线路。就我们目前明确掌握的运输线路，有老挝、泰国，之后换水路运往欧洲。为什么说他谨慎呢？他在途中还换了好多份儿，所以想追查下落很难。大家都喜欢刀哥的口碑和路子，所以整个长沙70%的卖家都与他有合作关系。这么说来，这个刀哥掌握着大量的交易名单。如果我们要打入团伙内部，就必须要控制住他。可是花爷，这个刀哥十分的狡诈，就连雇佣的保镖都是雇佣兵。我想一般法子他是不会上钩的。小花哥哥，我有办法。这上面记载的就是万奴王将妻子沉葬在海底墓之后，重新披挂上阵，远征西南杀敌的故事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个……原来那海底墓那12只手尸是万奴王他媳妇儿啊！哼，挺有夫妻相的。这后面记载的，好像是一封情书。对，这上面说爱情究竟是什么？两只飞燕以生死相对待。这一去就是万里，孤孤单单，前程渺渺，路漫漫，失去了一生的挚爱，即使苟且活着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明明就是金朝元好问的一首雁丘词啊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去，离别苦，旧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之应向谁去 ？Yes。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啊？金庸老师的《神雕侠侣》没看过啊？那合着他后面写了这么一堆，完全是在歌颂爱情啊？这就是一首情诗啊！
应该是万奴王表达了对亡妻的一种哀思吧。万奴王和他媳妇儿，一个东北，一个西南，异地恋呗。就一大虫子，有什么可爱恨情仇的？全都是扯淡。不是你们拼好没有啊？好了呀，哎，吴邪，你们确定？你们对准确了？应该对吧？图形是我和吴邪一起弄的呀，应该没错呀。不行啊，吴邪！哎，胖子，你刚才在上面动这个雕像哪儿了？哪儿都动了。我是说，你有没有碰到别的什么东西啊？又赖我啊？反正这个雕像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变数了。大家都过来，帮我把积雪清理了吧。